在中国大陆因为本身的蕴藏就地下矿藏非常丰富，所以它有这个优势。那中国大陆在过去10几20年，这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故事细节就不讲，所以它把冶炼的技术呢推升到世界领先。所以冶炼技术领先的话，技术领先，成本就会降低，那最终价格当然就会比较廉价。但是大家常常忽略，中国大陆把它的国内的这个稀土或者这个相关的矿藏的这个市场秩序做的整顿的比较好，开始有话语权、定价权，而不是我只是把矿藏低价做出来，让便宜都卖给外国。这是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在1月14号所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2025年总共出口了62585吨的稀土元素，年增12.9%，达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而其中呢，2025年4月，为了因应美国所寄出的高额关税，中国大陆将7种重中稀土元素和磁铁列入了出口管制清单，也导致呢当年的4月跟5月出口量是大幅的下滑。但是从2025年6月以来，受惠于中国大陆和美国和欧洲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方的稀土出口量逐渐的回升。目前中国大陆的稀土产业是呈现一个价量齐扬的态势。相比2024年11月出口的均价每吨是$8300，比较起来的话，现在2025的11月最新的统计稀土的出口均价是每吨$9000，涨价了。现在呈现的是一种价量齐扬，是不是代表说中国大陆在短中期内都一样是稳坐全球稀土龙头的宝座但我要问的是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稀土可以如此的稳当？这些重要的因素有哪些？吴老师，您怎么看？好，我们要看这个稀土产业，我们把稍微切割成3个段落。第一个是开采，那开采中国大陆因为本身的蕴藏就地下矿藏非常丰富，所以它有这个优势。第二个就是冶炼，那中国大陆在过去10几20年，这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故事细节就不讲，所以它把冶炼的技术呢推升到世界领先。所以冶炼技术领先的话，技术领先，成本就会降低，那最终价格当然就会比较廉价嘛所以这是2个最大的优势。但是大家常常忽略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最近中国大陆把它的国内的这个稀土或者这个相关的矿藏的这个市场秩序做的整顿的比较好。因为我自己因为以前常常去内蒙嘛，所以常常去看这些矿场是有一段时间常常去。那知道那个市场秩序以前很混乱，那甚至走私。那我还看过一次报道说，国外说我们收到了今年看到中国出来的10万吨那中国自己的官方报告，所以我们今年才出口5万吨所以5万吨是走私出去的。那现在中国大陆把这些走私的管道或者整个市场秩序还有乱开采的地下工厂都整顿比较好，所以它就变得比较有秩序。甚至在上个月，现在讲几月？1月，对，上个月吧。对1月份对包头因为设立了这个就是内蒙古的包头这个交易所嘛，就设定了这个稀土的指数。那这个什么意思？就开始我要把市场整顿到开始有话语权、定价权。而不是我只是把矿藏低价做出来，让便宜都卖给外国，我要有定价权。那这一套呢，其实都是跟西方学来。西方不是有各种什么期货指数各种货物的指数控制市场，包括金价、油价都是。那这个学习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这也算是一种后发优势嘛。看到你前面人怎么做，我后面就做一样的事。所以我认为你刚刚问到问题说，那西方国家想要动摇中国这个稀土的优势，从我刚刚看，从开采原料到技术的冶炼成本的这么低，还有它现在制度也建立起来，又把市场秩序整顿很好，想要来动摇它或取代它，或者自给自足，我自己估计可能5年之内大概做不到呢。您是看5年以内都？我觉得它的优势至少可以维持。现在因为美国，你知道这个川普信誓旦旦的讲说，我们一定要拿回稀土的主导权但是真的是那就从我刚刚讲从原料的开采、技术冶炼还有制度上来看，它是每个部分都要超过它才有可能赶上。美国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而且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定要这么做了，就是稀土必须国产化。美国稀土开发公司 USA Rare Earth 在这个礼拜呢，因为宣布稀土产量呢提前2年，到2028年年底呢就会有这个提高的稀土产量，所以呢股价一度上涨了超过3%，但后来呢这个走势又转为震荡回落。市场上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呈现比较分歧的局面。USSR 呢，他们表示说 Round Top 这个矿床被认为是美国目前最重要的稀土，而且是重稀土来源之一。这当中的蕴藏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像镓、铍这些战略金属，而且还涵盖了像低压、钋啊这些关键材料。
而这些材料，我们刚刚所点到的这些呢，是广泛应用在国防武器系统、高强度永磁体电动车马达以及再生能源设备，还有航太技术的领域。这间公司呢，他们提出了2大利多啊。他们说，在奥克拉荷马州，那要建造一个面积呢达31万平方公尺的永磁体制造基地啊，这个地方叫 Stillwater。另外，他说有一大利多呢，就是溶剂萃取试验的成功。所以这家稀土公司的执行长啊，就是汉普顿呢，他就指出说，高价值稀土的需求在国防跟绿能领域都正在快速的成长。好，所以重点来了，就是美国决定要做了，就是一定要稀土国产化。接下来是美国的发展重心，所以有国家资源、有资金，又有政策的支持啊。可是要请教一下骆老师。华尔街的反应却不大，就刚刚看到说还震荡，是对市场的前景现在有什么样的疑虑吗？华尔街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炒作股票的机会，没错，所以他们在 MP Material 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涨了5倍了。那刚刚讲的 USA 呢，这个Rare Earth 呢，它也涨了2-3倍了，所以已经都涨过头了，不是它没有涨，之前炒过一波了。对，那尤其是 MP Materials， 那时候美国政府还入主买了它15% 的这个优先股。所以那当时它的股价，它认股的价格是30块，后来涨到100块，那最近回跌到53块钱左右，所以它已经都是涨完了。那这一波为什么没有再继续炒作？第一个，你稀土你还是要依赖中国的精炼技术，像 MP Materials， 它没有办法精炼，它还是要运到中国大陆精炼，所以它没有办法。第二个，股市的一个特质啊，就是说当这个利多出尽的时候就不会涨了，因为大家觉得只有你没有办法取得这个货，那价格才会被拉涨。那如果大家都可以取到这个货的时候，那这个价格是不会涨的。所以这是股市的一个心理作用。那第三个，这个美中在釜山所谈的这个所谓稀土的这个框架协议，它只是一个框架，它并没有执行的细节。所以到底现在成品可不可以卖，还是这个原料可不可以卖？就会成为一个争议，所以它还是需要一些出口许可证的审批流程，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协议内容，这个协议内容最后才告定落。所以只有1年的这个许可，那你涨的基数在哪里？你就缺乏那个涨的原因了。你就涨的，这是一个有时间性的一个利多了，变成是有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它到现在最近就没有再涨了 ？OK。其实因为稀土，我们知道它可以广泛应用在非常多的领域哈，包括最重要就是国防工业哈。所以为什么美国他们现在已经决心要把稀土国产化这件事情好好的落实？那除了国防工业以外，电动车也非常需要用稀土啊。这个特斯拉呢，在2023年呢，这一年他们曾经宣示说，未来新世代的车款将不会再使用稀土磁体。但是呢，实际的进展却显示说，这些关键材料到目前为止仍然被广泛应用在特斯拉所生产的电动车当中。像另外一家这个 B&W 呢，已经在部分电动车的车型采用不含稀土的电机设计，但是稀土材料还是完全没有退出舞台啊，一样被用在像是座椅的调整啊、车窗的控制啊这些辅助系统。好，那另外呢，就是美国战争部。在去年11月，他们就宣布呢要出资沙烏地阿拉伯的稀土加工计划。同年10月呢，川普跟澳洲总理见面的时候呢，也表示美澳双方在未来半年内要共同投入10亿美元，推动相关采矿还有加工的项目。所以现在紧锣密鼓、快马加鞭的要想办法让稀土的就是国产化这件事情赶快做。可是也看到一件事情，中国大陆能够建构这个稀土的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这也不是1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他们是花了非常久的时间，而且坦白说是牺牲非常多，包括环保这些，所以不是只单靠说军工产业就能撑起这个稀土的需求吧？当然，我们都知道军工产业只是整个经济产品的一个环节，而且它的环节还不是最高的，最多还是相关的一些民生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一些产品。那非常仰赖稀土。刚才讲到电动车，它有进行一些降低对于稀土的仰赖，但我们都必须说，这些新的科技发明出来，是针对这样稀土有限提供或者资源短缺所做的因应措施，但它的成本
还有它的整个综合性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和之前使用稀土，我想一定有一个落差。是，比如可能更昂贵，那维护起来更麻烦。那更重要就是综合性能会不会是这个有一定的降低？我认为都会影响这些产品的相关的使用的比例。而且不只是新能源电动车等等哦，还包括现行的汽车工业，它也很仰赖稀土。比如说触媒转化器啊，一些特种的一些陶瓷啊，还有这个高强度一些合金等等，也广泛运用在现行的汽车工业、传统汽车工业。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稀土短缺的时候，欧洲、美洲很多汽车厂那这个痛得哇哇叫，因为会让它的整个生产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停工哦。那除了这个汽车以外，我们知道半导体也用了很大量的一些稀土，包括半导体原料一些这个抛光啊，还有相关电子元件一些处理啊等等，还有一些制程等等，都需要用到稀土。此外，像是这个我们所熟知的 AI 技术里面 ，AI 伺服器，那同时像我们采用的一些所谓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最明显就是像我们的高性能的这个手机，还有一些笔电等等，也都不同程度的用到稀土。你说稀土是致命的吗？不可或缺的吗？某个部分还真的是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以稀土为武器，那欧洲、美国都必须要臣服它这项尽力相关的博弈之下啊，因为确实目前来讲有绕不过的坎，但这个状况，我认为美国这样的努力或者欧洲的努力，短时间内那还是难以完全克服，长时间可能要看各国的政府执行力而定了。而执行力正是欧美国家在整体施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短板，特别是执行力不够强，那你原先的计划都会打很大的折扣。这个最明显就是这个川普政府还有这个拜登政府对于说所谓的电动车的政策产生极大的改变。另外，半导体像这个新的这种这个 AI 一些规定等等，前后落差过大，都显示了欧美这种定期换届的政府，它的政策能否衔接，执行力够不够强，对于未来稀土政策那么一以贯彻下去，我认为这个都有待观察。对，因为先前这个美国就被中国在稀土这个地方卡脖子卡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当然，我们知道经过了川习会之后呢，就达成了稀土协议啊。可是现在外媒报道说没有，不是哦，这个协议形同虚设。怎么说呢？因为业界就说呢，因为中国大陆呢只给成品啊，不给稀土的原料。彭博是这样报道的，他说有10多位匿名的消费企业、还有生产商以及政府官员、还有贸易专家都表示，虽然先前我们看到了川习会达成了稀土协议，而中方呢也已经扩大供应稀土啊，但是其实多半都是永久磁铁，就永磁的成品。美国业界仍然无法获得原料，所以这个 Novium 磁铁公司的执行长啊，叫邓恩，他就表示，他联络了其他同业，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办法从中国大陆获得原物料，所以如果是美国实体的话，你就拿不到低金属啊，或是氧化锑哈，也就是多半给成品，但是不给原料。这个做法，我继续的卡美国你稀土的脖子。对照最近有一件事情，大家应该也在国际新闻上面看到，就是川普任命了他的格陵兰特使。所以他对格陵兰还是不放弃啊，因为他知道在中国这边没有办法，所以呢想办法从格陵兰这边将来要开拓他的稀土的另外来源了。是，我想这个稀土这2个字很容易让大家误解，以为这种土很少哦，其实不是，它是里面的元素是稀有的，而不是这种矿材本身很少。所以全世界的分布其实很广，但是要有能力去开采，或者是有高超的技术。中国大陆发展的久的，所以有。那我觉得从原料这个2个字，我们来理解一下，就稀土矿出来以后，它要先加工过，才会变成稀土氧化物或者是稀土金属。但是这个应该还不是美中竞争过程里面所谈的原料哦，它所谈的原料应该是中间品，也就是再精炼过一次，它会变成一种叫做
铝铁硼、磁材合金的东西。那它可以做这个磁粉、磁片，或者是这个半成品的磁铁。那这个为什么这中间原料中国不愿意供给美国，而是只要把它做成最后的终极产品，就是永久磁铁卖给美国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原料它可以做雷达。它也可以做这个马达哦，那马达跟雷达这个意义差很多，一个有军事，一个不是军事。它也可以做 AI， 它也可以做无人机。就是我原料给你了，结果你到底怎么用？没错，我无法管控。所以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理性选择，就是我把终端产品卖给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变化的。但是我如果把中间产品卖给你的话，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而这件事情并不是中美竞争过程里面中方所乐见。所以我觉得他在考量这个稀土的出口中间品的控制上面，它考量不是美国依不依赖的问题，而是这种稀土的中间品本身是一种战略物资，它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那中国大陆不愿意你有这么大的弹性，所以我干脆卖你最后的终极产品。等于说先做预防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原料卖给美国之后，难保美国不会拿去做其他应用的用途。好，中美两强的竞争是竞争不完的。那最近看到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晶片、科技，还有包括稀土之外，哈，最近呢又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料药。那这一趴特别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跟西方在制药还有相关方面的交锋哈。根据台湾的《远见》杂志的报道，当然《今周刊》也有相关的报道，有一个最新报道说呢，中国大陆目前掌控全球36%的原料药市场，如果因为贸易战或者是地缘冲突而管制出口的话，那恐怕世界医疗体系会面临到崩塌的危机，这非常危险啊！因为光是影响的就有2种最主要的用药，一个是抗生素，另外一个就是抗过敏的这个抗组织胺。好，以抗生素来说啊，中国大陆在2025年全球以及中国抗生素市场报告当中指出，2025年全球抗生素的规模是估计达到685亿美元，而中方呢供应70%以上的抗生素原料。美国如果从零重建一条抗生素的产业链，至少要5到7年的时间，而且还必须保证是美国政府要持续采购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在晶片稀土之后，原料药市场会不会变成是这个中美之间在博弈啊？接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说项目吧。大使怎么看？除非美国开始就进中国大陆原料药，让美国的厂商啊，他去寻找另外的供应非中供应链，非中供应链，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舍目前的中国的供应链。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我们刚刚只是讲抗生素这个规模70%的原料药是由中国大陆。整体来讲，在全世界的药品申请里面，原料药中国占4%，中国大陆占4%。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占4%？就是过去很多西方药厂跟中国大陆药厂合作，因为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性价比高，那这个是一个长期合作之下产生的一个产业链，那个是市场形成的。不是政治有干预的，对，只是市场形成下来，就是全世界原料40%最后重要。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成为那是世界第1大？世界的这个原料药供应国呢？第一个，中国的产量规模大，也就是它达到一个很大的规模，它的成本自然降低。中国大陆本身的国内的需求量就大，那有国内市场支撑之下，它把它的这个经济规模做大以后。那再去扩展大陆海外市场的时候，它的怎么讲，产量规模就让它的价格事实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第二个就是说，大陆近这么多年的发展，它的产业链非常完整。你不要只看一个原料药有相关的这些这个说所谓关键链就是说这个生产链上的各个项目，它都非常完整。是。第三个就是说那么就是中国大陆事实上在很多这一些关键的药品上，有特别的着重，包括很多包括很多重要的疫苗，中国大陆因为国内的市场的需求，它有它的重点存在，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算是已经有年那种产业链这样，
很完整、很成熟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产业链，再跟世界的大药商合起来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呢，会不会出现问题？美国发现是问题，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没有受到压力之下，不会把这个拿出来做一个贸易的武器。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对，这个是中国大陆产业，尤其药厂才慢慢往上升的。中国大陆自己的药品的专利也越来越多，自己研发的新的药品，因为就是说，跟很多国家来比，中国大陆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来支撑这个产业，自己的国内市场就非常大，所以自己的药品的研发上面也越来越强。那这个就是整个全球的药品业的竞争业，就发觉中国大陆是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可是美国的是从国际政治角度说，哎呦，原料要这么多，40%、70%超过这样，万一中国断供怎么样？除非我觉得美国愿意把这个贸易战带到这一块来，也就是说，我现在你美国的中国大陆原料药，我给你提升多少这个多少的关税来挡你的原料药。那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会采取相对的一个报复的措施。那在它6、7年的这个需要追赶的时间内，我就用断供的方式，让你不要用关税的方式来打击我的这个原料药产业。因为这个原料药，其实坦白讲，真的跟晶片啊，跟稀土来讲，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我们讲到的稀土哈。那当然，这个现在就是要看接下来。这个中美双方彼此过招的互动是如何？我讲到稀土呢，现在这个稀土，根据产经新闻的报道说，日本政府现在也特别强调说有稀土因为这个预计在2026年1月开始，就在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的外海要进行试土试挖作业，因为呢，他们说南鸟岛近海的稀土泥这个纯度呢，大约是中国大陆稀土的20倍，纯度很高。不过12月4号，日本这个国民民主党的议员这位议员叫做山田吉彦，他在质询的时候表示，他说这是日本极具突破性、充满梦想的计划。但是今年6月，中国大陆的航母辽宁号曾经在南鸟岛这周边，就日本专属经济区航行，所以他担心，如果大陆方面呢实施某种干扰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进行排除？那常常会问这种假设性的问题。OK， 好，那所以呢，日本的防长就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呢，日本的自卫队会持续对中国大陆的航母动向进行严密监控，确保资源的调查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进行。好，那现在在南鸟岛发现有不错的稀土资源，纯度也很高。可是呢，稀土还是必须要从开发一直到最后，最困难的是那个提炼短期之内要摆脱对中方的稀土依赖，很难吧？平常我在学校的时候都会听日本的国会，因为现在正在开临时国会，所以我有看到这一段。对，那看到这一段呢，我看到是3点参议员，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不会嘛，应该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3点。多年前曾经我们国家派我出去跟他们讨论有关于台湾海洋渔业的一些东西，就是跟他在东京车站饭店跟他意见交换过。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人。我看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就这个我就认识啊，他现在当议员了，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忧虑是不是真的是会成真呢？这个忧虑的话，确实是有这种忧虑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岛，他们确实是在2013年由东京大学跟他们政府去做调查发现的。那为什么做调查？是因为2010年的话，日本曾经吃过一次亏。那时候曾经中国寄过稀土这把剑对他们就要去找，然后他们在2018年东京大学他有去公布了，如果这一些我们讲全部都有办法开采起来的话，全世界大概可以用几百年，以量来讲，可能可能不同的种类，但是可以用几百年。然后山田他说，日本这一些资产就是海洋资产，大概也会有500兆。
那500兆的话，可不可以开采起来的话，理论上现在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今年的临时国会里面一直在讨论这一种问题，特别现在跟中方的关系又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的话，明年应该说加快速度，加快那个资金去开采，确实是有。那为什么会担心中国大陆的一个原因？辽宁号过去，还有的话，中方也有发现这一块矿产的，那发现这一块矿产，他们也去开采了。他再去做调查，就资源大家都要互相争夺。对，因为日方的话只能够说在我的多少范围里面是我的，你不能够进来。可是离开多少范围之外的话，算是公海什么海，那就算开采的话，会不会缓不济急，就时间来不及呢？还是得依赖中国大陆提供的稀土啊？暂时还是需要，因为暂时的量还是他们比较多。可是现阶段看起来，中方还没有寄出这一个刀，他们也在担心他会不会寄出所谓的稀土啊禁运，就好像2010年。但是现阶段的话，他们应该会很加快速度去开采，所以这一波紧张关系反而助长日本去开采稀土。对，所以跟日本一样，就是美国也有相同的问题哈。所以 Russ 呢了解说，因为在美国这边呢，其实除了考虑从火力电厂的煤灰提取稀土元素哈，就是都已经就是把那个脑筋都动到那个煤灰的哈。那加州大学的 Davis 分校呢，也获得联邦政府300万美元的资助啊，说要开发新的技术，从矿山还有工业流程当中的酸性废水里面去提取稀土元素。这个计划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 AI 来进行蛋白质设计，然后结构的塑造，还有耐酸制程开发，透过建构工程化生物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生物催化剂，然后呢把这个应用在耐酸微生物宿主。所以呢，简单来讲啊，就是可以选择性的从酸性废水里面提取稀土的元素，然后变成从稀释的废水里面提炼出一个有价值的材料。就是要透过提炼嘛，所以稀土我们一直曾经也讨论过，就是你去发现你开采可能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提炼，因为提炼还牵涉到了很多的污染的问题哈。所以美国现在也想，它有好几个管道，想要兵分多路、多管齐下去想办法摆脱对中国大陆的稀土依赖。可是还是回到那句话，短期内它有什么方法能够完全的摆脱？短期之内是很难，但是川普还有他团队的确是很注重这个议题，花不少时间研究想办法，甚至这次川普去来到亚洲了，还有宣布跟稀土方面跟马来西亚、泰国、日本有合作的MOU 等等啊。我们接着来看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接待了中亚5国的领袖啊，分别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还有土库曼以及乌兹别克的领袖进行会晤。而川普呢，在他Truth Social上面也宣布，他说乌兹别克计划在未来10年内对美国的关键领域要进行采购，而且要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涵盖关键矿物、汽车零组件以及航空业等等啊。哈萨克的总统则表示说，这次跟川普的会晤是美国与中亚互动新时代的开端。而乌兹别克总统呢，则是称川普为世界总统，并且提议在中亚要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美国和中亚其他国家的代表预计也会签署像一些关键矿物的合作协议。那其中的合作呢，包括了波音公司啊，要向哈萨克、塔吉克，还有包括乌兹别克的航空业者，合计出售多达37架的客机。那有一家呢叫做这个 Cove Capital 的美国公司啊，会在政府支持的融资在哈萨克啊来开采钨矿。好，现在看到都是呢，在中亚这边的战略感觉像是要找稀土资源的替代供应者，当然这个也形同是这个长期就是在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主导下的这中亚呢，现在感觉上是要从这个地方来看看能不能挖一些墙角，在这个部分的机会跟风险，黄老师怎么看？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吊诡的，就是说美国。各位如果记得，大概在10多年前吧，他把他的空军的势力深入了中亚，在中亚建立了第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俄罗斯当时也没有能力阻止。现在稀土对俄罗斯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俄罗斯也没有办法阻止美国在中亚的深入。而且呢，我们看到美国它这一次是大规模，它不是
默默的来，他是跟中亚5国来个高峰会，敲锣打鼓的来。对，所以到底是不是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实质影响力相对的衰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察点。另外，当然，我如果想的邪恶一点，这可能完全不符合现实啊。如果这中亚5国跟俄罗斯关系还不错，会不会他们是帮俄罗斯吸住美国的一些资金能力，然后最后呢，他们做不成，美国把钱能力就浪费在中亚了？这个是很邪恶的想法。但是反正政治上嘛，你怎么说有不可能的事？国际上兵不厌诈。对，好，那我要讲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的它战略考量是什么？第一个，其实他在 G7 里面已经都讲过，他要用这个非市场工具，就是 non-market measures 或 tools， 对，去削弱中国大陆在稀土的战略地位。但是非市场工具其实很多种啊，包括你政府资金的补贴、政策的辅导啊，或者是你赶快加大你的战略储存量啊，或者是你要跟有能力的或者有资源的那一方进行开采跟精炼的合作。反正任何不是靠这个市场自由贸易来的这些工具，我美国或 G7 要做的我就来做。那第二个呢，美国其实很明显就是他手伸进到中亚，他觉得不只是经济上我可以得到稀土，而且我在外交上，中亚各国，你看把我讲的像世界总统一样，再来第三个就是美国在战略安全的维护上多了一些底气去对抗中国大陆。对，那这是美国战略考量。但是中亚5国也不是笨蛋啊，他们当然想的，其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想都这样，我跟美国合作，钱进来，技术进来。其实美国的技术好像这方面不太行，所以美国一定会找什么澳洲啊、其他的去帮助这些中亚国家，所以他们就要美国的钱。美国进来之后，他们至少有资金。再来就是说，他们可不可以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融资担保？总之算来算去就是钱。另外一个各取所需。对，再就是我跟美国合作，有些国家觉得我面子挂得住啊。对，美国好歹世界1等1的强国，所以我国际地位或许借着跟美国合作，国际形象地位的提升。所以中亚5国想的大概就是钱跟形象的问题。现在就看中亚5国，甚至包括其他中亚的国家，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他需要的是高科技吗？还是说他需要的是最基本的那些基础建设啊？当然，这次在中亚5国跟川普的会议当中，当然也有人提到说，川普的打算还有另外一个跟他的中东这个战略的一些布局是有关的。还有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说稀土替代的考量以外啊，倩姐您觉得啊，因为也有分析师认为说更高一层的战略是在看说要影响中方的一带一路，然后呢削弱中俄在中亚的实力哈。还有一个我们很有趣的来看一下，最近美国财长哈，他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哈一座新建好的稀土矿产加工中心，他特别的就是敲锣打鼓的说，哎，我们一起来庆贺啊！美国25年来制造的第一块稀土磁铁，从此我们不会再受到中国大陆的稀土给绑架了哈。这个当然大家一听就想说，是真的是这样子吧？哈，因为你这个提炼的技术到底赶不赶得上啊？倩姐一并来看。先讲一下这几个国家，因为他们这次都联袂的到了白宫嘛，跟以前上一次你们记得拜登要开美洲的会议的时候，大家都不去，所有的人都派别人去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那当然是因为现在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在川普的关税大棒底下。所以有一个新的战场是还没结束的。那如果我们看他现在选的地方呢，当然他会是在亚洲、欧洲、非洲，因为整个“一带一路”亚欧非的这些大陆桥的连接中间呢，是很核心的一块。同时，在新的铁路线来讲呢，以前有北路跟南路，那事实上中路现在越来越明显。我们前段日子讲的中级屋就是这个意思。那中级屋呢，它不但是有货物，它也有石油、天然气的意涵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川普下棋的时候，他很明显的是说，哦，这些是属于资源国，有资源，你可能没有钱，但是你有资源的。有些呢是生产国，那生产国呢，你来赚我们美国的钱，我要给你更高的关税。那在最上面呢，就是品牌国 G7 啊，跟他们美国一样。我每次说我用川普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美国一样的那些国家。那这些呢，我就是要叫你们来美国投资。它大致上有一些很清楚的大概念的分布。那么
中亚的5国呢，都是资源国。你今天光看他讲的第一个啊，就是说乌兹别克10年内要向美国采购1000亿美元，他现在每年的 GDP 差不多1000亿，而且呢，要买的东西呢，要涵盖的是关键矿物、汽车零组件及航空业。我觉得他可能必须要在这些国家中间做一些以物易物或者是贸易交换，否则的话，这些资源国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去买美国想要卖给他们的这些高阶的东西，譬如说要37架飞机啊，塔吉克跟乌兹别克他们要做的这些，那么他要如何去处理？他们这些国家，就是你想要他的资源，但是他没有东西跟你做贸易的交换，那么你要不要在另外一边呢？就是做融资的提供。对，所以他们谈的东西呢，有一项我觉得对这些国家可能是第一次，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过去其实美国是不向这些国家提供融资的。那现在美国如果向他们提供融资的时候，就要讨论这些融资的安全性。因为亚洲国家通通都碰过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原来就是美国在很大量的流动性到亚洲来的时候，它忽然之间收回美国，所以像泰国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当时我在线上投资的时候，那些国家它上个月还好好的，这个月它就因为原来借的便宜的美债发生了美元汇率的问题，而且美债的利息没有办法支付，使得它成为有很大的风险啊。所以如果这些国家会第一次获得由美国来的融资的话，对他们当然是个好处，但是他们也需要相对的有安全保障。对啊，因为这个借钱的人都担心的是融资方这个雨天收伞，对啊，伞收了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就一大堆债务了哈。那当然，这个稀土这边呢，中国大陆也有一番这个反制的方法哈，计划实施一套针对稀土出口的验证后最终用途的机制，而且呢，强调是未来只会出口给没有美国军方联系相关的公司啊。这个验证后最终用途机制呢，可以履行。之前我们看到在 APEC 峰会，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和习近平啊和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们2人会面的时候呢，兑现了承诺。因为呢，既能够兑现说便利稀土这些物料的出口承诺，又能够确保稀土的物料不会最后落入到美国军方相关的供应商手中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最终用途的这个验证机制要怎么去查验呢？我先讲一下哈，什么叫最终用途？它其实英文我觉得不该这样翻译，它叫这个很清楚 ，validated end user， 因为是最终使用的人嘛，这叫国家嘛，就验证到底这些东西是给谁使用，我觉得这是重点。对，怎么查呢？我觉得这个查的机制，你要用科技来查了。之前呢，我们有讨论过一些事情，包括它当时有限制，当这个贸易战在打的时候哈。当这个一样的农产品被限制到美国的时候呢，那美国的农产品也被中国限制，结果你会发现，连那个袋子里面是美国出的袋子都被扫描到，说这是美国出产，或者豆子里面有所谓的美国什么东西也被晶片扫描到。我觉得它主要一定会去追踪嘛，就像追踪机制，你知道我们有人也会订晶片等等的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个科技不是我能够解释的，我只能说方法他们会有一套方法。给你谁用没有关系，因为他要允诺他当时开会跟习近平川普讲的说我们要开放稀土，但是你要知道稀土从上到下，我们光讲17种元素，他刚开始不是先限制7种吗？最后再限制9种吗？他越来越那个，当然没有到全部7加6 9已经16了，不是后来又丢出了2025年的62、63号公告吗？严管还有主审。那时候就已经走到了所谓的 validated 的这个 end user 的做法，只是有松散。各位刚才讲到川普，有人这个拍点马屁说川普世界总统，对不对？有人说他是皇帝，他本来就皇帝啊。从这某个角度，因为大部分国家都很小，大部分国家都有求于他嘛。就像刚刚讲买飞机都有求于他。我犹记得10月15号类似的在埃及开的以哈和平会议，那个乱离谱的。川普先讲，他口才真的好嘛，记忆也好到8分之后，请，哎呀，有一些话我不想讲，请后面那位小老弟来讲。巴基斯坦当时印巴战争的时候，中国还帮了他坚持不是的 PD 这个15吗？好，这个重点来了，巴基斯坦一上来就一直称赞这个世界总统啊，他太棒了，应该得和平奖嘛。这个些人在10月9号6天之前，跟他的参谋总长到了白宫，大家应该知道这件事嘛，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木盒。这是金刚石，这是中国带来的稀土的重要矿物，技术我们有，美国高兴死了，这是数10亿的宝藏啊！请问你拿到那个又怎样？因为我还是一句话，刚才这个主任有讲到，
全世界大家知道的储量1.2亿吨，对不对？中国4400万吨，37%。全世界产量尽量挖呀挖呀挖，中国6000万，美国也不过这个27万了，美国45.5万吨，6倍。我们最重要的是晶致冶炼技术91%、92%，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国控制在手里。从那个光线，它的高脚虾的那个技术到现在没有能够突破的啊。还有人说什么日本深海发现了，跟澳洲签约了，那都没有用，缓不济急。挖了要多少成本，那个都是文宣，那都是认知战。我跟你讲哈，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只有对美国就跟世界对美国求好，只有美国对中国可能求好，对，才有好的生存地基。美国总统川普呢，在11月6号，他特别在白宫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还有乌兹别克这5个中亚国家的领袖举行了C5+1的峰会。希望透过各种协议，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突破中国大陆对稀土的垄断地位啊。但是中亚5国当中呢，除了丰富的稀土资源以外啊，像哈萨克它的铀产量是全球第一，乌兹别克黄金的蕴藏量非常的大，土库曼则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那吉尔吉斯跟塔吉克呢，也都在开发新的矿藏。好，所以从资源上面来看呢，陆老师先带我们了解啊，刚刚提到的中亚5国，因为川普也不是随便挑的啊，这5国绝对有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呐。5国的矿产的蕴藏量大有多大？是相当大，尤其他们在稀土方面的这个产量，就是它的就是它里面有所含的稀土的量是非常大，就在全世界大概是前10名。那当然，哈萨克斯坦它在铜方面是全世界第5名，那金呢？黄金是塔吉克、哈萨克斯坦都有黄金，还有锌跟铅，还有锰，还有铬。那像土库曼，它还有这个天然气，哦，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矿产的资源。对，所以美国跟他这样的一个合作，是希望我将来在稀土的战争里面、稀土的对抗里面，我至少我的来源方面是有多元的来源，我不要只有不可能再依赖中国，或者只有靠澳洲还是靠英国。土耳其，那看来都不希望只依赖一个国家。我希望我的矿产来源是多元的，但是将来未来的技术跟提炼的这个能力，那这可能中亚5国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还是要寻求其他解决方面。这只是解决它短期之内它的矿产来源啊能够不虞于伐，但是它还要投入很多的技术，尤其我们知道稀土的这个开采呢，面临很多的环保问题，还有法规问题，还有技术的提升问题，这些都不是短期之内所能够完成的，所以中亚5国只是在矿产的来源上给他一个支持，给他一个力量，对，应该是只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川普也不是随便选人去开会的哈，就是当然邀请这5国呢，就因为这5国后面有美国需要的国家利益，尤其刚刚提到的是战略相关的关键资源啊，就是稀土哈。但是其实如果了解稀土的朋友也知道，稀土其实有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一个就是成本，另外一个就是提炼的技术啊。刚才陆老师有点到，就是你如果有这个丰富的矿藏，可是呢，你后续的成本问题怎么解决，提炼问题怎么解决，恐怕你还是得追本溯源的去解决问题。当然，这个除了拉拢中亚5国以外呢，川普最近还投下了一个地缘政治的震撼弹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他。最近拉拢哈萨克加入中东的亚伯拉罕协议，川普表示呢，他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有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进行了一场重要的通话。他强调呢，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搭建桥梁的重要一步，而且宣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排队透过亚伯拉罕协议啊，拥抱和平与繁荣。路透社就报道说，川普下个礼拜呢还会在白宫会晤叙利亚的新政权领导人，叫夏拉。美国政府呢，同时也准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处空军基地，要进一步来部署美军。好，现在看到拉拢哈萨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啊，这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美语双方来讲的话，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会带来多大的帮助？巴斯，这个显示一件事情，虽然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会不接受我要说什么，但是很明显，这次停火，加沙战争停火，以色列算是赢家了，打败了，几乎是打败了哈马斯的政权跟军事能力。
那美国也是几乎是很支持以色列对国家安全的需求，就是在这个川普的和平计划条件之内，几乎都是符合以色列的想法，内塔尼亚胡的想法，美国也没有明显答应以后支持巴勒斯坦可以成立国家了，也是符合以色列的想法。另外，不管是欧洲国家，或者这个伊斯兰世界国家，比如说卡扎克斯坦，也愿意跟以色列继续交往，甚至建交，对不对？那以后更多阿拉伯国家也会跟以色列愿意有交往、贸易，甚至加入 Abraham Accords 建交了。所以很多人很难想象，在这个战争的结束之后，以色列的这个不管是战略地位，或者在经贸方面、科技方面的地位，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其他的国家不会以后抵制以色列或什么的，或对以色列怎么样，真的不会。这个是大家都要记得。你觉得就以哈萨克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未来如果考虑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当然是希望说也能够从以色列这边要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从以色列得到什么？当然是可以聊到投资、技术、科技等等，甚至军事方面也可以，国防方面可以交流。然后就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对不对？那以前 Morocco 加入 Abraham Accord 之后，那美国就答应 Morocco， 你这个叫做这个目前算是内战地区，叫做 Western Sahara。本来美国的立场是这个地方是要经过当地人跟 Morocco 中央政府的协商，才解决这个问题。那后来美国在川普1.0说，Morocco 你加入 Abraham Accord 之后，那我就认定这个 Western Sahara 是你的属于你的主权。所以其实加入 Abraham Accord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他们都知道，他们还是可以从美国拿到很多东西了。OK， 那叙利亚驻军这件事情呢？这个是有一点 surprising， 有点惊讶，因为川普在1.0的时候，他一直坚持他要完全从Syria 撤军，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是有几千个军人，因为是要跟 ISIS 伊斯兰国家打仗。那个时候他因为这件事情跟国防部长吵架了，对，国防部长时任国防部长就离开了。那川普这次愿意部署的话，规模应该不会很大，而且其实很大的主要的考量，不是因为川普以后想跟谁打仗，不是因为要以后跟伊朗或伊拉克等等打仗，其实他是为了组织以色列再次攻打 Syria 的内部了。因为过去几个月，以色列已经有很多次动手，因为他们说Syria 在境内还是有运武器给恐怖团体，不管是在 Lebanon 或其他地方 ，Yemen 等等。所以为了维持区域和平，这个川普的和平计划，或许因为这个考量，川普愿意在 Syria 重新部署。